下午4点，摩洛哥国铁的货运列车准时抵达杜克矿业。三营的肖奇卫按照以往的流程，将列车引导进站台，待列车将空车皮解挂之后，又帮助机车掉头，牵引着已经准备好的磷酸盐，缓缓驶出站台。尹逍阳带着负责运输的肖奇卫矗立在站台之上，目视着这列火车缓缓加速，渐渐驶离，内心深处已然激动到快要欢呼出声。这列火车走后，众人剩下的任务就是做好撤离准备了。他们几代人数百年都在梦想着摆脱破清会的掌控，眼下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只剩下几个小时。列车走后，采区的工程机械还在持续运转，待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这些工程机械便由一营的肖奇卫驾驶到了办公楼下方的空地，一辆又一辆的重型机械不断汇聚，全部紧紧靠在一起，场面蔚为壮观。与此同时，三营的肖奇卫开始连接输油管道。由于杜克矿业有大量的工程机械车辆需要加油，所以这里的燃油储备量很高，其中以柴油为主，占到所有燃油储备的6到7成，剩下的全是汽油。由于柴油常温常压下不易引燃，所以肖奇卫便将所有柴油全部灌入矿井以及加工厂封闭的大型容器中，然后再结合大量引燃。尹逍阳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汽油燃烧时产生的高温高压会使这些密封以及半密封状态下的柴油升温升压，引燃自然也不在话下。叶晨点点头，问他：这些燃油足够把整个杜克矿业化为灰烬了吧？尹逍阳激动地说道：足够了，如此庞大的油量，在地下矿井内燃烧，势必会烧尽井下所有可以燃烧的物质，而井下所有的钢铁结构也会受到巨大影响。届时，钢铁支护和锚固的结构会在高温下丧失强度，继而引发整个矿井结构的坍塌，就跟美国911时摩天大楼因为高温而坍塌的原理一样。这里的施工大都是在下监工完成的，对此很有把握。说着，尹逍阳又道：另外，精炼厂的厂房也多是钢结构厂房，高温会让承重部件性能迅速衰退，只要大火少上几十分钟，必然会坍塌。主办公楼是钢混结构，楼层不算高，烧塌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我们还有之前井下扩建剩下的混合炸药，稍后我就让弟兄们把炸药布在主楼的承重部位，到时候遥控起爆，爆炸的同时正好可以引燃大火。至于这些工程车辆，一旦引燃，油箱里成吨的柴油会很快达到临界值，到时候会接连引发爆燃，肯定也是全废了。好，叶晨点头道：你们把这些处理好就可以先撤了，我留在这里等他们过来。尹逍阳不禁感叹道：在下也很想亲眼看着这里化为灰烬。叶晨笑道：不要紧，你们到时候可以先提前撤离到3-5公里开外的制高点，远距离欣赏一下今晚的烟花秀。尹逍阳激动地问：叶先生，真的可以吗？叶晨点头道：今晚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你们如果离得太近，撤离的时候难免会留下线索，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可以确保不让他们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你们在几公里开外，他们一时间也很难找过去，到时候可以从容撤离。说着，叶晨又道：不过你们要记得，如果12点钟引爆的话，你们在6点钟之前必须赶到食品厂。100公里路程，没问题吧？尹逍阳不假思索地说道：先生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剩下的弟兄们清一色都是武者，体能比最好的马拉松运动员还要强得多，1小时20公里完全不在话下。好，叶晨道：那晚上就让万店主和你们一起选一个合适的地点，远距离欣赏。说完，他看向宋如玉，开口道：宋小姐，你的修为虽然暂时被封，但应对这种强度的急行军应该没问题吧？宋如玉点头说道：叶先生放心，在下不会掉队的。叶晨又对万破军说道：破军，今晚你来带队，爆炸之后立刻带大家去食品厂，不用等我，我会赶上你们。万破军立刻恭敬说道：好的，叶先生。晚上10点，尹逍阳接到了来自摩尔贸易一位特使的电话，电话里
他告诉尹逍阳，摩尔贸易的车队已经从卡萨布兰卡出发，预计将准时抵达杜克矿业。而与此同时，所有骁骑卫也已经做好了撤离前的最后准备。尹逍阳将一个遥控器递给叶晨，恭敬地说道：“叶先生，这是起爆器，井下、厂房、办公楼都安放了炸药。当您按下起爆器后，所有炸药会同时起爆。无线起爆器的遥控装置，整体造型像是一台户外的卫星电话，体型堪比90年代的大哥大，中间有一块液晶屏幕，顶部有一根垂直的高功率天线，比一般对讲机的天线要大上不少。”尹逍阳将起爆器的操作方法告知叶晨，确定解锁和起爆流程没有任何问题之后，便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您注意安全。”万破军来到叶晨面前，恭敬说道：“叶先生，属下与他们先行一步，您万事小心。”叶晨点头道：“沿途一定注意，切莫留下任何痕迹线索。”属下明白。几分钟后，万破军带着宋如玉以及一众坚守到最后的骁骑卫离开了杜克矿业，整个杜克矿业只剩下叶晨一人。叶晨来到杜克矿业的采区，寻了一座视野最好的铁塔，拿着遥控器在此等候。时间1分1秒流逝，11点45分，远处漆黑的公路尽头出现了一连串的灯光，一个由10几辆车组成的车队正向着杜克矿业的正门驶来。趴在围栏上的叶晨微微一笑，看着期待已久的车队越来越近。此时的车队前方是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开道，摩尔贸易的负责人，也是专门对接杜克矿业的特使董明超，便坐在副驾驶上。车上除了他和司机之外，后排座还坐了3个人。这几人都是摩尔贸易的骨干，也是董明超的心腹。眼看距离杜克矿业没多远了，董明超便开口道：“你们几个，一会儿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次杜克矿业里面可不仅仅是尹逍阳那帮骁骑卫，还有一个从都督府下来镀金的佥事，在佥事面前好好表现，别让他对你们有什么不满。”几人立刻点了点头。司机开口道：“特使大人放心，我们肯定不会掉链子。”董明超满意的哼哼一声，随即看着周围，有些疑惑地问道：“这杜克矿业不是24小时不停工的吗？怎么采区黑灯瞎火的都停了？”司机忙道：“今晚不是大换血吗？停一停也正常。送走这一批，还要等下一批送过来，各种调度安排，肯定还是停工方便一些。”也是，董明超叹了口气，说道：“大换血对这些骁骑卫来说，也确实有些残酷了。我跟尹逍阳对接也很多年了，跟这人也挺对脾气，他们这一换，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现在就只能默默祈祷，别换到咱们头上来。”后排座一位男子紧张地问道：“大人，会换到咱们头上吗？”“这我哪知道呢？”董明超无奈地说道：“这种事儿需要我配合执行了才会告诉我，不然我什么风声也得不到。真要哪天换到咱们头上，咱们也只能乖乖听话。”那男子神情哀伤地说道：“我儿子还没满周岁，真要换到咱们头上来，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他了。”董明超咳嗽2声道：“可，行了，说这些屁话没任何意义，一切听英主安排便是，没明确的命令下来之前，就好好珍惜眼前的日子。”几人颓然地点了点头。这时，头车已经到了杜克矿业门口。此时的杜克矿业虽然灯火通明，但门口却没有人守卫。见车队过来，也没人过来核实情况或者把门打开，这让董明超有些疑惑。他皱眉看着灯光明亮的大门，嘀咕道：“这个尹逍阳怎么回事？难不成知道要被换走，就开始消极怠工了？”说罢，他掏出手机给尹逍阳打了过去。而此时此刻，叶晨目光注视着逐一在杜克矿业门口停下的车队，手指已经解锁了起爆器。他并没有让人在门口附近安装炸药，所以一旦引爆，不会伤及车队里的这些人。叶晨有意要留他们一个活口，让他们把第一手的消息传到右军都督府，传到吴飞燕那里。陆地巡洋舰内，董明超眉头紧锁，喃喃道：“怪了，不接电话，牵事人还在这里，他们这帮家伙该不会是哗变了吧？”
哗变，司机忍不住道，没有解药，哗变有什么用呢？哗变之后，不用英主派人清剿，1礼拜内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就全死了。说的是啊，董明超不停地嘬着牙花子，发出啧啧的声音，口中念叨着到底什么情况。刚说完，低着头的他忽然感觉前方霎时间亮如白昼，众人都下意识抬头去看，只见杜克矿业内部忽然迸发出滔天火光。董明超下意识地脱口吼道：哎呀我操，快倒车！话没说完，爆炸声与爆炸波一同袭来，巨大的爆炸波直接推翻了杜克矿业的围墙，将所有车辆震得剧烈摇晃，连正面的车玻璃都被爆炸波震碎。董明超顾不得满脸玻璃划出的伤口，迅速推门下车，看着整个杜克矿业已然陷入一片火海，整个人惊得呆立当场。这时，被爆破的办公楼顷刻间在一片火海之中轰然倒塌。董明超连忙伸手遮掩远处飞来的碎片，对车里大喊道：快把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导出来发给我，我现在就向同知大人汇报。